不知道有没有关注9亿点的小伙伴记得，在差不多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做了一期征集大家键盘的视频。没想到大家的键盘是一个比一个离谱啊，甚至还有能卖1万多块钱的键盘。那这一次又有不少的小伙伴给我寄来了自己的宝贝键盘。本来我都以为去年带来的键盘已经是很夸张了，没想到这一次的更离谱。门票也不贵，就要你2个硬币，学生证5折。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在视频开始之前，还是要再声明一下，这类客制化键盘很多时候都属于收藏性大于实用性，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不要上头，看我这视频图一乐就好了。第一把键盘，这个之前我也没有看过，哇，这个东西是什么呀？这不会是开关吧？它这里还有一个这个保险，要先把这个保险打开了之后，你才能去推这个开关。整个颜色挺好看的，是这种复古的色彩，我真的好喜欢。通上电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哦。怎么还有一声？诶，这个吓我一跳，什么鬼啊？兄弟们，这个真的很离谱啊！看，别说这打字的手感有点奇妙，我感觉就是因为这一个东西。其实它这里呢是有一个电磁阀，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震动马达。那这个原理是不是和真实区 UP 主用的那个差不多？用在键盘上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多了一个电路板，然后你按一下呢，它就会敲一下。别人的键盘都是麻将音，这个电磁阀直接上 AK 音。如果综合外观、手感还有特色的话，满分10分，你能打几分呢？第二个，这是一位老粉丝寄过来的。节目之前呢，我就有问他说最近有什么新的好玩的藏品可以给我做一期视频的吗？然后他就给我寄来了这个。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一眼就看到了这个伊布，太可爱啦！然后还有一排的猫爪键帽，每一个都超级好捏的。这个是什么？感觉里面像是木纹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马里奥的，这个帽子还能转。显卡这个上次他就有给我寄过了，关键是呢，这个风扇是可以转的，我还能让它转更快一点。压缩空气。这里的每一个键帽虽然可能都不是很贵，但是这里加起来，大家猜猜看，这里一共要多少钱呢？接下来的这个键盘的主人其实也是 B 站的一位 UP 主，他买了大概得有大几百把键盘吧。这也太可爱了吧！这是什么草莓马卡龙啊？哇，不行，好沉。没有这么重的草莓马卡龙，这看着可爱，粉粉嫩嫩，结果怎么这么重啊？相当于11瓶半可乐，这比缇娜还要重哎！我再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外观啊，键帽上面都是印的什么草莓、芝士蛋糕，哎，真的有马卡龙。不说了，我饿了。了解的小伙伴应该了解，这把键盘看上去普普通通，其实这个外观呢是致敬了苹果在1980年发布的 Apple III 上的键盘。后面还有个什么？诶，这还掉下来一个东西，这个居然是可以取出来的吗？太可爱了吧！我看它这底下好像有几个 LED 小灯珠在这里面，哇，这种严丝合缝的感觉也太好了，就是有点太沉了。所以说，大家猜猜看，这样子的一把客制化键盘要多少钱呢？是键盘吗？我想知道，这难道不是一个小小的街机？真的很像街机耶！你看这右边还有一个波轮，这还有一个屏幕，看一眼。哇，它还有 RGB， 这几个轴也是哦，就本身就是做出来一种视轴器的感觉。这个键盘它有不少的功能啊，比如说按一下这里，这个就是复制键，然后这个删除键，哎，它就已经删掉了。然后呢，我再按这里，这个是粘贴键。
哎，它就粘出来了。这还不止啊，如果我按住这个长条，再按一下这个键的话，它就可以切换不同的层级。切完之后，我按这里就是可以调灯光的。哎，你们看这个屏幕上面是 Happy Birthday to 李彤，这应该是这个小伙伴收到的生日礼物吧？这什么理工男浪漫呢？这个屏幕当然也不只是只能显示刚刚那一行字的，它也可以在这个软件里面自定义显示 CPU 的温度啊，还有功率什么的。这时候呢，如果我再转一转这旁边的转轮，它还可以显示其他不同的信息。下一把键盘。哇，这首先这个外观就很有意思，这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大金标 Hyrix 标志啊。这 ESC 上面是一个什么 UFO 吗？哎，是透光的，好酷啊！这 UFO。既然它能转的话，压缩空气。哦，起飞啦！这边呢，大概是用来调音量的。哦，通了电之后，这个是有吸附的，它变成那种有顿挫感的电机旋钮。虽然这个电机旋钮没有刷功能更多的固件，所以说在正常使用的时候就只有一种阻力手感。但其实在这个网站里面，你不只可以换这个墨水屏的显示图片你还可以在这里打开测试模式，让这个电机的旋钮有不同的阻力模式。比如说这个惯性切了之后呢，这个就可以这样子，或者是这个旋转，我点了之后呢，它就会自己转起来。然后我们在这个网页上也可以看到它实时的角度还有速度。哎，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一个外观很熟悉？没错，它就是去年智慧君做的那一款模块化机械键盘，电机旋钮、墨水屏，包括底下这个小白条，甚至是这个指纹识别器。哎，在这后面，而且这个小伙伴的键帽真的非常有意思，它是像那种音频波形图一样的图案，每一个还不太一样。下一把键盘，哦，好复古啊！这个键盘就整一个埃及风啊，键帽是那种带埃及象形文字的，旁边这里还有一个荷鲁斯之眼。屏幕前有没有古埃及的小伙伴能看懂呢？不过你还真别说，哎，它甚至能在网上搜到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对照表啊！而且它这个真的是一一对应的。不过只是这个样子的话，好像有点普普通通啊。惯例，我们通个电来看看。还要唱完吗？啊，我可以打断它啊！杂志会呱呱呱响，就有那种以前那种游戏机8bit的音乐那种感觉。不懂就玩，法老也玩马里奥吗？下一个，这是用毛巾包起来的哦，也是这种 PC， 也是很娇贵的类型。这里有一个应该是在键盘上替换的。哦，它底下有一个波奇酱，好可爱哦！原来这个就是这里替换的。高球帽的一个键帽，哇，这颜色真的好棒啊！虽然是很符合我们印象的形状，但我数了一下，它就只有40个键位，这应该是我今天见到键位最少的键盘了。这个键盘只有40个键，我们正常的键盘有104个键，所以说这个要怎么用呢？其实也很简单哦，就是这个键盘呢，它可以切换不同的层级。比如说我这个键盘现在正常打出来是 QWER， 那如果我摁住这一个键再去摁它呢？它就会变成1、2、3、4、5、6、7。那如果我要打一个标点符号的话，我就得这样1、2、3、4这样子，就是好像我们平时用普通键盘打特殊的符号组合键一样。但说实话，我是记不住这个标点符号到底对应的是哪一个的。更离谱的是，它可以通过这个软件再去加一些功能键和按键红，整整可以设置8层，就离谱好吧？综合外观、手感还有特色的话，满分10分，你能打几分呢？噔噔，下一个。哦，小伙伴居然还给我写了封信，哎，好可爱！关注姐姐好久啦，这一次第一次和你们团队有互动，很喜欢节目的风格，看数码产品顺便放松一下，一直在期待你们的百大，果然拿到了，我一直觉得你们可以的，希望频道越来越好。PS 可不可以求一张签名照之类的？啊，看看他给我寄来的键盘哦，这还是一个人体工学的键盘，好看呢。它字是那种镂空的，这是个什么文呢？俄语键盘，哎，我第一次见呢。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好奇过，就是外文的键盘，它跟英文的键盘这个字母发音是不是对应的？就好像这个日文键盘一样，它就是不太对应的。所以说，俄语键盘这里面就会有一些符号要客串一下字母。
这个键盘的分布就跟之前的键盘不太一样了，它是从这里中间分开，然后它会向后倾斜一点点。这个呢就是 Alice 配列。大家平时在用键盘打字的时候，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自己的手腕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弯曲的。时间长了之后，很多人就会手腕不舒服。而 Alice 配列的键盘这一点倾斜就可以让手腕不需要弯曲，这就很人体工学了。那么这一个键盘你能评多少分呢？下一把哦，今天好多把键盘都是这种复古风的。这个侧刻的地方暗藏玄机哎！这个键盘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在它原本没有用的这6金刚的位置有一个超大的屏幕。其实现在有不少的键盘也会带个屏幕的，但是一般都是那种小小的嘛。像这样一块3.5寸屏幕的键盘还是很少了。这项键给大家看一下，在软件里面它是有很多预设的，你就可以在这里显示 CPU 和 GPU 的温度，或者是看到内存的使用率，可以调节屏幕的亮度，可以自定义显示。那这个键盘大家能给到多少分呢？下一个，这个键盘有点特殊，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这有什么不一样呢？噔，2块键盘。其实像这种左右分体的键盘，之前也有给大家展示过，但是那个可要卖1万多块钱。但有一说一啊，那个键盘看起来很帅，但用起来就有些难崩了。所以说呢，如果你要输入 at， 就要用 shift 加小圆点，再加这个这个就合理多了，好吧？刚拿到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键盘来使用。心血来潮了，就可以直接裂开。大家可能会觉得2个半块键盘之间的无线通讯很正常，对吧？记得当时诺喵的分体键盘还是好好的展示了一下他们的什么低频无线技术。然后这个键盘它是怎么解决的呢？搭个桥，要么呢就是这样，接2根线，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只用一边呢？我这样子上去打 Apex 不是吊打那些斜键仙？键盘越斜越牛逼，兄弟。那么好啦，时间有限，今天就给大家展示这么多。大家最喜欢哪个键盘呢？最后还是要再说一下，今天展示的大部分键盘都是客制化的键盘，它其实是需要不少的时间、精力和一点点的超能力，甚至不少客制化的键盘说成是一个大号手办也没什么问题，并不一定能让你的打字体验提升多少。如果大家真的对键盘感兴趣的话，之后我会出一期大家能够买到正常的键盘。至于本期视频，大家还是只花2个币图个乐就好了。这次视频中被选中的小伙伴，我也会赠送一份小礼品，被选中的小伙伴尽快回复消息哦。如果大家还有比我展示的这些更好玩、更有意思的键盘，也可以和我私信投稿，说不定在下一次的视频里出现的就是你的键盘啦。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Jumbo boy, noi, noi, chakadeta patom.